死神、火影、海贼王这3部动漫并称为3大民工漫。竟然有人调侃，他们说友情啊、羁绊什么的就冲上来了。现在不少的动漫迷都听过这个，以前可能还会觉得有点感动，但现在长大了再看这句话，确实很中二。这3款动漫包含了大量的少年漫画元素，其实从利益角度来讲，并不是特别高。这样是主题上基本上只是涉及了个人成长问题。当然，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呢，这些动漫里的成长故事就已经足够了。比如说《火影忍者》，整个故事内容虽然引入了忍者主题、日本神话等元素，但依然是简单化的个人成长故事。在整个故事线的维度上，并没有更多的探索成长之外的东西。比如说长大之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啊，对世界的看法，还有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虽然有大量人物的哲学话语，甚至涵盖了一些与哲学家理论相近的内容，但整体上并没有跳出少年热血漫的范畴。海贼王看似描绘了一个庞大的航海世界，但越往后的内容逐渐质量变低了，剧情变得越来越烦躁沉闷，似乎尾听着急完结。可是，一些人物的剧情啊，比如说乌索普、布鲁克都快没了。现在在我看来，每个章节的故事上，每个角色按部就班说完自己的台词，他们都像是一些应付演出的老油条演员了。说完台词之后，这个阶段的冒险就结束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动漫的人已经长大了，长大后再看过去那些动漫，感受确实会有所不同的。当然，这些动漫带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应该记得啊，不应该过度苛责他们。本期测评的游戏是《死神魂魄觉醒》。死神这个 IP 不像是海贼王、火影忍者那样作品众多，在电脑端出现这样的巨大作品还是比较少见的。我作为动漫游戏爱好者呢，死神作品我基本都玩过。之前比较好评的作品可能是 PSP 上的《死神灵魂升温7》，还有 PS3 上的《死神灵魂燃烧了》。本期呢，重点聊一下死神中主要的人物的思想，以及与现实哲学的对照关系，还有评测一下这款游戏《死神魂魄觉醒》。本作的单机剧情内容大概总共20个小时，我玩的时候呢，中间跳过一部分剧情啊，游戏时长大概16个小时。这款作品对于死神迷来讲还算满意，但我看一下 Steam 的评价竟然是褒贬不一。好评呢，我看了一下，基本都是粉丝冲着 IP 来的；差评呢，主要集中在优化差，特别是高画质下的优化问题，比如说闪退、帧数低等等。还有呢，就是游戏没有原版的音乐以及 PVP 的网络问题。那么在游戏更新之后呢，我个人觉得游戏的一些优化问题已经解决得不错了。游戏的核心战斗除了有防御、破防、反击这些动作游戏的基本的设计之外，还有一些接近其他游戏的新颖设计。比如说双方同时使用破防时呢，就会出现招式打断的判定，还有类似于龙珠游戏或者说火影忍者中瞬移以及利用瞬移连招追击的设定，还有像游戏中的人物阿三井万解之后呢，召唤巨大生物的美术表现。但是相对的战斗系统的问题也非常多，这款游戏角色移动是受限的，角色基本无法行走，只能靠着躲闪做一些平移。游戏中的角色也无法跳跃，这使得人物的动作系统有略显生硬。当然，没有跳跃的话，也不能像传统的格斗游戏一样连招了。相对的，游戏中的连招基本就是普攻击飞之后再加瞬移，再连续的普攻，或者是瞬移之后接一些技能。很明显，游戏是简化了攻击操作的。但同时，游戏的资源管理有问题。我贴一段游戏中我理解的游戏机制的文字到视频中，看起来有些复杂，实际上其实很简单。我简单总结一下以上文字内容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能量系统的设计问题。游戏中呢，使用瞬移消耗1个能量条，这个设定呢，实际上消耗量太多了。玩家体力条没有恢复时呢，根据前面的设定呢，玩家几乎没法移动，只能靠着躲闪略微移动，那么就导致角色机动性下降太多，很无趣。相比较而言，像龙珠游戏或火影忍者中瞬移都是消耗少量能量的，而且可以多方向的随意移动，这个战斗就精彩变化很多了。第二点就是战斗重复性高，本作中的游戏连招只有平 A 连招或者是平 A 接技能，在剧情中玩家多数时间呢又只能控制黑崎一护这一个主要角色，就比较容易腻。游戏的重复度还体现在本作的游戏设计，有部分角色设计机制都非常相似，而且在技能美术表现上也没有突出角色自己的特点。因为相似度太高呢，所以本期呢就不一一介绍角色的技能了，简单的概括总结一下。其中呢有大量的角色都有一个技能是挑衅对方来打我的一个反击技能，有的是需要消耗能量条释放的灵压技，有的呢就只是普通的技能，什么都不消耗。那这算什么设计呢？本身反击技能呢就非常无聊，有的偏弱的角色还需要消耗能量就来释放，实在是太惨了。游戏中目前的角色数量是比较少的，同时有些角色我觉得非常弱。我个人觉得最弱的角色是茶渡、日番谷、东十郎还有斑木一角。茶渡这个角色的问题在于过于手短，面对远程角色十分被动。东十郎呢，他虽然是远程角色，但是本身的动作慢，而且呢飞行道具也偏慢，被近身就非常难受了。
半木一脚呢，就跟我们看到的死神原作中一样，万解之后跟普通状态体验差别非常少。另外像原著中一样，在游戏中的穗风和夜一的技能都非常相似，都类似于突剑型的刺客角色。比较有特色的角色呢，我觉得是东仙耀。原作中呢，他虚化又万解之后呢，被剧情杀了。在本作游戏中的玩家控制实战时，他是没有虚化状态的，但是可以万解后呢，让对方失去视野。而且东仙耀的灵压技之一就是从远距离冲过去，还有呢，长按播放器按钮不放，也是这么一个冲过去的效果。那么跟万解配合起来，就有刺杀的效果了。在原著中，东仙耀这个角色的哲学核心，我觉得是对实用主义的重视。他追求实际的效果和利益，而不拘泥于道德和伦理的束缚，所以他跟随蓝染，而且呢，能够对正义就死毫不犹豫的转身，这与杰里米边沁的实用和功利主义思想完全一致。而且东仙耀对死亡的态度也与存在主义哲学家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普遍认为呢，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人应该正视死亡。还有的是东仙耀在剧情中啊，将服从蓝染的命令视为道德义务，对应康德的义务论。另外还有，他似乎在盲目的忠诚中丧失主体性，这也对应着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以及类似于奥威尔1984中的双重思想，用谎言自我欺骗以维持信念。这些在他虚化之后与队长的对话明显看得出来。还有他临死之前又重新醒悟的自我。有一种比较强烈的角色呢，就是可以二次觉醒的主角黑崎救护，以及可以二次觉醒的四刃乌尔乔拉。虽然蓝染也可以二次觉醒啊，但是觉醒前的强度都比较低。那么主角医护跟多数的少年热血动漫主角一样，追求自由和独立，不愿被束缚，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这跟启蒙时代的哲学家观点很像，比如说洛克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重要性，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这实际上也是少年漫画的一大主题。当然因为是主角，所以呢核心哲学非常丰富，还有以责任为核心的，强调对家庭和同伴的守护，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少年漫画中的主角想法，这似乎跟我们国家儒家中义的思想是很接近的哲学。来到死神的中后期阶段，他在寻找死神与虚的力量结合，以及死神虚和蜜血师之间的缝隙的时候，似乎感觉到医护这个角色是在矛盾中寻找存在的意义。这似乎跟日本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场所逻辑的哲学是很相似的。四任乌尔齐奥拉，他的初次亮相呢，很像是多数脸谱化的反派角色。他的哲学应该就是对于理性和秩序的极端追求，崇尚理性和逻辑，认为一切行为都应该符合理性和秩序，而不是被情感和欲望所左右。这跟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有相似之处。这个角色在死神中一直在追问心的存在，可是他明明没有心，这就跟加缪的荒诞哲学很相似。在我看来，乌尔恰拉这个角色表面上理性，封闭了内心，但实际上充满了对虚无的恐惧和对永恒的渴望。只要向内探索，当他有心了，他就是被解放的稻草人了。因为这个角色登场不久就下线了，这部分人性的内容啊，就由喜欢他的粉丝来补充了。其实这类角色在作者手中呢，往往是与主角对立的模板角色。日本动漫中非常多啊，比如说就《全职猎人》这个作品中就有奇牙、奏迪克大哥及王梅露暗姆等这样的角色，往往稍微释放出人性，再加上长得帅一点，就有大量粉丝了。死神中最大的人气反派蓝染的哲学呢，是与对现有秩序的彻底否定。他认为离王制度就是虚假的和平，主张打破一切束缚，追求绝对的自由。他的行动既充满了对权力的讽刺，又充满了对权力的向往。他试图成为神来重塑世界，他又利用他人来达成目的。这种哲学就明显带有尼采的超人理论以及上帝已死理论的影子。普遍认为强者应该超越世俗道德，创造自己的价值体系。蓝染这个角色呢，就揭示了制度压抑上个体的极端反抗，将权力意志视为世界本质。这也跟叔本华的意志论很相似。另外，他在前段的剧情中是想征服崩狱来实现自我确证的，这非常符合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实际上，蓝染跟后来的友哈巴赫非常类似，蓝染就是没有队友的友哈巴赫。而整个无形帝国呢，就是追求力量和统治的集合体。这跟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中的论断是非常相符的，认为君主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另外，在游戏中，我个人认为比较强烈的角色还有根木健巴以及五刃诺伊特拉，他们俩有个共同点，就是某个攻击是无法被打断的，这就是他们强力的核心原因。另外，像会佐木修兵，虽然在游戏中没有万解，但是他的斩破陀封死攻击距离大，攻击范围也很大，非常好用。另外两个纯远程的角色石田雨龙以及一刃史塔克，他们既能远程攻击，而且呢攻速非常快，非常好用啊！你问我强力角色为什么没有山本源柳斋这个总队长呢？因为在游戏中他持续掉血，如果对手主要玩防守反击的话，完全遭不住。石田雨龙这个角色在死神中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经常在质疑和绝对中徘徊。
一方面他质疑死神制度，坚持净化虚的这个使命，到后来就质疑消灭虚，甚至质疑本身自己的存在，灭却师。在他的身上体现的一方面是康德绝对命令，一方面是存在主义的孤独感，在夹缝中寻找自我价值。在我看来，实际上石田雨龙跟日本主流思想是贴近的，也许跟作者久保带人的对于日本的生存哲学看法是一致的，就是对父权的反抗以及在夹缝中生存。不少日本的学者、作家、艺术家都有这个想法，这可能就是日本人的思想纲领了。在蓝忍的章节中，比较有趣的人物还有石丸银，他埋伏在蓝忍身边，伺机杀死他。这个角色看起来一直卧薪尝胆。那对我来讲，更有趣的是石丸银，他似乎把卧底的重任看作了一场欺骗与真实的博弈，一场权力的游戏。他似乎是以游戏的心态来对待卧底身份的，他显得非常豁达，这就很像尼采的哲学中的视角主义。当然，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影视啊，包括游戏作品中啊，扮演卧底角色的人呢，都有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显得非常迷人。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死神中我比较喜欢的角色应该是金乐春水。他的战斗风格和领导方式呢，就有道家自然主义的特点，灵活多变，既能顺应局势，关键时候又能突破常规，比如在千年血战中释放蓝染。而在游戏中呢，金乐春水呢只有世界能力，没有万劫。他的世界能力就是将儿童游戏化为现实，整个战斗中是比较欢乐的。然后他的战斗风格在游戏中是以近战为主的。这个角色在我看来，本身他是乐观豁达的，表面上呢沉湎于饮酒享乐，但本质上追求的是内心的宁静。饮酒赏花呢，能够释放压力，在战斗中就不会过度焦虑了。这对应着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而在战斗中，金乐春水往往充满着即兴和创造力，就像尼采的酒神精神一样，能够在非理性中超越规则。游戏的剧情呢，截止到击败蓝染，能够让玩家用游戏方式来体验动画经典剧情，代入感还是挺强的。相对于早期的死神游戏呢，本次的过场动画终于有了看动漫的感觉了，但是呢，演出效果也是有缩水的，有些关键的战斗经常黑屏过度，对比火影游戏中的尾数大战演出就差距明显了。有鉴于死神漫画原著的作者久保带人，他的本身美术水平以及审美都非常高，所以本作的美术也没有崩掉。总体来说，死神魂魄觉醒对于死神粉丝来说还算可以，但是呢，优化和设计问题仍然需要改进。标准版售价298元，日本游戏基本都是这个价格。那么在我看来呢，日本厂商改编的大量的漫改游戏作品，特别上 PC 端的，近几年感觉到战斗的核心问题以及角色平衡问题。虽然 DLC 会继续更新，但是不要妄想它改得多好，可能呢作品就图粉丝圆梦以及卖 IP 的。所以即使对于死神 IP 的粉丝呢，也要慎重考虑。当然，对于非粉丝的玩家来讲，我觉得吸引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啊！我们下期再见。